日本破天荒释放国内石油储备，究竟说明了什么？为何在日本人人都反对这样的做法，却又不得不执行？日本资源困境又该如何解决？根据路透社11月22号报道，有日本政府相关消息人士日前放出消息，目前日本正在考虑史无前例地释放国家石油储备，而这一举动是极不寻常的。日本拥有全世界第一石油储备量，根据预估，日本的战略石油储备量达到 5.3 亿桶，至少可提供日本160天的石油消费，远超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的90天石油储备标准。而排名第2的美国，国内石油储备量也只能满足130天的使用天数，相比之下，中国就更少了。根据近年来的数据，中国石油战略储备大概在3300多万吨，另外还有2200多万吨的商业储备，大概可以支撑中国50天的石油消耗。一方面，日本石油储备的充足的确让人羡慕；另一方面，这也足以体现出日本社会对石油供给问题的焦虑。我们知道，日本虽然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但同时受到地域限制，日本的资源十分匮乏，尤其是石油资源。尽管在日本的大陆架上有不少海底石油，但受限于开采条件限制，日本国内石油基本依靠进口。据统计，日本国内 90% 的石油来源于中东。由于自身产量少，大量依赖进口，日本的忧患意识使其建立了庞大的石油战略储备。当然，既然是作为战略储备，日本也绝不会轻易动用这些储备的石油资源。历史上，日本释放石油储备仅2次，第一次是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时期，当时多国部队对伊拉克进行轰炸，导致中东油田遭到极大程度破坏，国际市场上石油供应量急剧减少，价格飙升。而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腾飞阶段，需要大量进口石油，于是乎不得已动用石油储备。海湾战争也极大刺激了日本，改变了日本政府以往认为只出钱不流血就能换取中东石油权益的想法。此后，日本开始积极参与海外行动，而日本第2次动用石油储备的原因便是311大地震。2011年3月11号，日本福岛发生超大型大地震，紧接着而来的便是巨大的海啸。此次天灾也给日本社会带来相当沉重的破坏，日本社会急需在短时间内恢复过来，动用石油储备也成为无奈之举。从前2次经验来看，能让日本动用石油储备的，要么是影响国际局势的战争，要么是国内的重大天灾。但总体来说，日本前2次释放石油储备是为了救活自己，这也能体现出石油储备的职能所在。然而这一次的情况却大为不同，用日本人自己的话来说，这一次完全就是被美国人赶鸭子上架。一位拒绝透露身份的日本政府官员在面对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在美国提出要求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想办法。从这位日本政府官员的话来看，此次日本释放石油储备，一方面并非自愿为之，另一方面此举与美国也有莫大的关系。那么美国究竟对日本石油做了什么？日本动用石油储备，直接原因便在于近段时间国际油价的上涨，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却恰恰就是美国。自去年疫情蔓延全球以来，美国经济遭受到极大破坏。为了解决经济危机，美国立马拿出了自己的传统异能，美联储的印钞机火力全开。2020年，特朗普执政下，美国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一下子印了3万亿美元。而在今年拜登上台后，同样选择印钱来刺激经济。在拜登上任没几天，便宣布了一项名为美国营救计划的经济刺激法案，计划总规模达到 1.9 万亿美元。不久前，拜登政府又通过了一项 1.2 万亿美元基建计划。有推测认为，在2021年，美联储将多印 2.8 万亿美元的钞票，这2年加起来就是 5.8 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5.8 万亿美元超过了日本全球的 GDP， 超过英国1年半的 GDP， 超过中国几十年的外储。而美国又是国际通用货币，市场上凭空多出这么多美元，不可能没有影响。美国狂印美元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国际大宗贸易的价格也是持续暴涨。不过正是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美国人用这一招便可以自己消费，全球买单。另外，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如今美元本就与石油绑定密切，
美元贬值自然带来的是石油价格的飙升。美国与日本、欧盟等国同时又是国际石油主要进口国，不断上涨的油价如同不断勒紧脖子的套索，让这些国家有些窒息。于是美国人一合计，不如各盟友联合起来开放石油储备，来应对油价上涨。但说白了，美国的做法就是把自己惹上的麻烦分摊在盟友身上。在石油价格上涨后，美国立刻要求欧盟、日本与印度采取与美国一致的协调行动来应对能源价格飙升。美国好歹还有储量惊人的页岩油，日本作为资源小国，其抗风险能力完全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但在美国的催促下，日本唯一能做的就是服从。虽然说释放石油储备后，日本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然而日本社会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对这一决定哀鸿遍野，因为日本人知道他们此举就是被美国坑了，然而自己却无能为力。对日本而言，毕竟自己的石油储备不是自家地里挖出来的，也是用钱买来的，现在释放石油储备，将来也必须买进填补，可以说就是支付未来的存款来填补现有的窟窿。一方面，如果真的把石油价格打下来了，可能日本石油会面临贵买贱卖的局面。如果石油价格一直下不来，那么将来要填补这些石油储备，日本财政又得流血。如果说政府能合理调控价格与市场供给，倒还好说，但问题是，如今日本政府完全不能自己做主，而是要以满足美国利益为优先，美国却不会去考虑日本的利益，这样一来就给日本石油市场带来极高的风险。而且，如果是靠数量来影响石油价格的话，其中不确定因素也很多。毕竟日本自己不怎么产油，真正对市场石油数量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那几个产油国。如果美国拉拢盟友做得太过分，动了那几个国家的蛋糕，保不齐俄罗斯和中东欧佩克国家再来一次石油大战，让美日的努力前功尽弃。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对比中日两国，尽管说中国的石油储备可能远不及日本，但中国更多的是依靠原油通道安全，比如建立中俄石油通道，以及从海运与陆地分别建立中国与中东石油通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被石油卡脖子的局面。而日本虽为全球第一石油储备国，却面临着真正的卡脖子现状。日本的军事力量不足以维护几乎唯一的南海石油路线，而国内的石油储备可以随意被美国动摇，这导致国际石油市场一旦出现了波动，即使日本不参与，也容易成为最受伤的一方。日本要解决这个办法，唯一的途径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协调好东西两方的关系。但随着美国在亚太的霸权之心愈发强烈，加上日本国内又一思潮的涌动，这种情况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隐形地雷。